他明明是王朝最叛逆的皇子，可偏生了一个事事听劝的怪病。奸臣递来毒酒，他听劝一口干掉，兄长送他死路，他更是听劝一路走到黑。哪曾想，最后这货愣是踩着一堆馊主意，从一个可有可无的弃子，一路爬上了那张所有人梦寐以求的龙椅。逆子整日只顾留恋勾揽，如今赈灾不利，致使三府流离，恶殍满地，你可知罪？儿臣知错，儿臣不该贪杯，又听信那帮歌姬的胡话，致使误了大事，还望父皇开恩。哼，任人唯亲，懦弱无刚，简直不堪大用。来人，三皇子虾仁延误灾情，致使三府流离，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发配沙州封地反省，一日出发，不得有误。三弟，沙州苦寒，不比京城繁华，没有了那些个勾栏舞姬，你自要好生反省才是。是，皇兄教训的是，此去沙州，臣弟必将洗心革面。你既有如此决心，不如来个轻装简行，微服出巡怎么样？皇兄的意思是，如今京城郊外20里汇聚了大批灾民，父皇又命你明日必须出发，不如你将府上金银财帛交于皇兄我，本宫替你前去慰问灾民，也算是积点福报，保佑你一路平安。而且说不定父皇哪天知晓此事，一高兴就让你立刻打道回府。意思是臣弟还有回京的可能，那可太好了。臣弟家产即日起全凭皇兄驱使。张侍郎，你看看，本宫就说我这弟弟打小就聪明，最是听劝。素闻三殿下宅心仁厚，老臣实在佩服。此去沙州道阻且长，一路艰险，老臣特为殿下备了这杯薄酒，还望殿下笑纳。别，饮酒误事，本宫已经发誓，今后滴酒不沾了。臣弟，你有所不知，张侍郎乃是沙州出身，此去沙州，有他给你打点照顾，必将事半功倍。如此说来，那本宫便有劳侍郎大人了。哎呀，这就对了嘛，听劝不吃亏。大殿下，这要真的管用？放心包的，外人看来这小子只是醉了过去，实际上3个时辰后便会毒发身亡，到那时他都在去沙州的马车了，与本宫何干，与大人何干啊？除去了三皇子，淑妃一脉的淮东家族群龙无首，大殿下将再无对手，属下定为你马首是瞻。来人，三殿下醉了，立刻将其送上马车，即日出发沙州，不得有误。一句听劝，散尽千金，断去所有退路。一杯毒酒，拉开了一个王朝更迭的序幕。殿下，你终于醒了，可吓死老奴了。殿下，老奴，我套他个猴子，又这么穿越了，看来这把地位很高了，还是个皇子。突然，虾仁眉心传来一阵剧痛，前身的记忆疯狂地涌入他的脑海。难怪你要被人各种算计，最后毒死，凡事都听劝，最后把自己给听没了，你就安心的去吧。这次我定帮你报仇，一个个将他们拉下马来，这天下我虾仁坐定了。殿下，你真的把家产都送给了大皇子？咱就说你听劝，也不能这个听法呀。沙州那鸟不拉屎的地界，你打算喝西北风还是啃沙子？我母妃留给我的东西呢？就这2玩意是吧？老奴可是拼了命抢回来的。还好定北印还在，不至于饿死街头。咱就说殿下，你这听劝的毛病能不能改改？要是再这样下去，怕是咱们还没到沙城就要死在半道上。为什么要改？那么优秀的品质，本宫这人什么都不好，主打就一个听劝，谁劝我就听谁。走，出发，上任沙城。清晨，晨光漫过宫墙，虾仁的马车碾过青石板路，朝着北境边部行至晌午，途经一棵老槐树下。虾仁刚坐下准备喝口茶，一位算命先生已经不请自来了。公子，老道观你印堂发黑，往北走意遇马匪，专抢落单的商旅，往东绕山路方可平安。你这老道士话有点密了，我家公子是谁？马匪见了都要绕道走的人物。老道士言尽于此，走哪边由公子说了算。公子别信他，这种低级别的骗术我见多了，肯定是想把咱们引到东边，然后当肥羊仔。通知车夫立刻改道，宁可多走一点远路，也绝不能犯险。道长莫听他胡说，本公子主打一个听劝，你说走东边，咱就走东边。不多时，虾仁的马车刚拐进东边山路，北边便传来马蹄声，混着一群汉子的喊叫。松令，马匪以细足被制服，但一个个嘴硬的紧。那就别留着了，统统就地格杀，追上殿下要紧。是，属下这就去办。公子，咱咋就这么倒霉啊？刚躲过了马匪，没想到一个打盹的功夫，车夫那狗东西居然连马都骑走了。
呵呵，看来有的人就是想我神不知鬼不觉的死在路上。公子，现在咋办？难道真的要走着去沙洲？不然呢？你背我去。二位要去沙洲？正是，老人家，我二人出了点小情况，敢问沙洲在哪个方向？哈哈哈，老乞丐正好要去沙洲城讨饭，你们若不嫌弃，就跟着我走吧。不过你们这身衣服太打眼了，听老乞丐一句劝，赶紧换掉，以免招来歹人。公子小心有诈！闭嘴！咱混丐帮就要有混丐帮的觉悟。那就委屈二位了。不委屈不委屈，我这人打小就听劝。公子听得老人言，吃亏好几年啊。无妨，咱就算微服私访一回，看看这沙洲城里到底有什么花样。接下来一路有惊无险，虾仁二人一路跟随着老乞丐爷孙风餐露宿，渴了就喝山泉，累了就找个石坳躺下，整整走了5日，才勉强摸到沙洲城门头。贵人，前面就是沙洲城了，再跟着老乞丐进城，未免脏了你的身份，咱们就此别过。老人家说的哪的话？没有你，我俩早就横死在荒郊野外了。大哥哥，这个送你，拿着吧，不值钱的小玩意。老乞丐关贵人，绝非池中之物，想给小娃娃结个善缘，日后若有成就，可别忘了我们爷孙就行。放心，只要你们在沙洲1天，我虾仁定会回来找到你们。有你这句话足矣。贵人，前面找你的人来了，江湖路远，咱们就此别过。大哥哥再见。一枚温润的玉佩，一对神秘的乞丐爷孙，沙洲的谜团在风沙呼啸中悄然缠绕上了落魄皇子的脚踝。你就是京城来的虾仁？没错，敢问阁下是？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林将军有令，让你去城西破庙暂住，晚些时候自然有人来找你。你个不开眼的小子，你知道我家主子是谁吗？住嘴！城西破庙是吧？我俩这就去，有劳将军了。哼，算你识相，细皮嫩肉，跟个娘们儿似的。殿下，咱们就这么算了。很明显，林静这家伙知道你的身份，也不来接驾，多少有点看不起人啊。边关苦寒，不吃京城那套，身份再显赫也没用，有实力才能抬头说话。走吧，先去城西破庙将就一晚，明日再进城转转。天杀的林静，挨千刀的直娘贼，这鬼地方连宫里最下等的净房都比这强100倍。我去，这墙到底哪面不透风啊？说着，虾仁挨着墙摸了起来，突然其指尖触摸到明显不同于墙砖的松软泥土，于是用力抠挖了起来。呵呵，林静啊林静，原来你早就设计好了，那本宫就不客气了。算你小子聪明，不过沙洲这潭死水，你这条过江的泥鳅又能翻起多大的浪花呢？可别让我失望。第2日一早，虾仁就带着二丫头进了城，刚到了粮铺门口，就发现面黄肌瘦的流民们眼神空洞地盯着那块写着新米评价的木牌。都说沙洲父母官爱民如子，可老百姓却揣着银子买不到米。此时不是说新米平价卖吗？我这都断粮3天了，攥着铜钱也买不到啊！你没看见这粮铺门大门是为了那些个达官贵人敞开的？诗词说的好听，这是道，哪有道理可讲？哪来的叫花子，滚出去！这是粮铺，不是破庙，要讨饭去别处。瞧你们这模样，怕不是刚从死人堆爬出来的吧？老板放心，我们是来买粮的，不是来讨饭的。刺史大人不是说了吗？新米平价，新米陈米我们都要，有的是银子，别狗眼看人低。碎银怕不是从哪个死人堆里抠出来的吧？再说了，就这点碎银，购买把米糠不错了，还想要新米，怕不是饿疯了？也不瞧瞧这沙洲是谁当家，敢在我这冲阔气？你敢瞧不起人？我家主子可是当今。别乱说话，出门前怎么嘱咐你的？老板开门做生意，何必管银子来路？我们付钱，你给粮，天经地义。开门做生意讲究的是和气生财嘛。不好意思，在这沙洲有粮食就是大爷。这样，老板，新米你不卖，我们要陈粮就行，您行个方便。虾仁此话一出，老板眯眼往墙角瞥了一眼带着霉斑的布袋，突然有了主意。那堆陈粮1袋50文，要就自己搬，不要就滚。这些银子你先拿着，剩下的记账我们住西边破庙，跑不了，你尽管放心。呵呵，我一点都不担心，咱这粮铺有刺史大人作保，敢在我这赊账的就没有不还的。
原来是刺史大人家的生意，那这陈粮我们就自己搬了，绝不麻烦你老人家。算你小子有点眼力劲。殿下，这袋里装的米有问题，先走回破庙再说。殿下，这本子上写的什么？上面写了沙州刺史每月4分3000石新米，还有他们倒卖赈灾粮的记录，真可谓赚得盆满钵满。原来这才是他们敢如此嚣张的底气，怪不得百姓拿着钱都买不到米，全都进了他们的口袋。有了这账本做证据，我就不信扳不倒那个高高在上的刺史大人。老子养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账本都看不好，这下可好了，被那2个乞丐给拿走了。老爷息怒，2个臭乞丐而已，我已经派人去了破庙，今晚就送他俩去见阎王爷，保证拿回账本。破庙像个巨大的冰窖，寒气顺着墙缝往里钻，冻得人骨头缝都发酸。二丫头裹着从煤粮堆里翻出来的破麻袋，缩在神像基座后面，牙齿咯咯打架。像只受惊的鹌鹑，虾仁背靠冰冷的土床，怀里揣着那本烫手的账本，眼皮沉重，怎么也睡不着。殿下大家，这心里头怎么跟揣了只活兔子似的，蹦大的慌？你说王八皮会不会派人来灭口啊？这破地方连个门都没有，奴才好怕。别自己吓自己，林将军虽然凶了点，但沙州城里总归是王法之地，睡吧。王法，王八皮自己就是沙州的王法。账本啊账本，你到底是护身符还是催命符？福保佑，今晚平安无事。什么声音？耗子？不对，耗子没这么大动静。殿下，有鬼啊！嘘，别出声！完了，真来了！耗子精还是索命鬼？两人屏住呼吸，像2尊僵硬的石雕。虾仁小心翼翼地挪到破窗边，借着惨淡的月光，眯起眼往外瞄。要量够吗？别像上次这个半死还得补刀。放心，这次管够，先放蛇，咬不死也吓破胆。等他们慌，踩上炸药，砰！神仙难救，蛇炸药，王八皮你好毒啊！不仅要命，还要吓破胆，再炸成灰，这可比没米毒1万倍。蛇炸药，奴才还没活够，还没攒够钱买块好坟地呢。殿下救命呢！不行，坐以待毙不是办法。听劝，这次听谁的劝？听阎王的劝吗？不行，拼了！二丫头，你在这等着，我去就回。殿下，你要去哪儿？别丢下奴才一个人呐！外面有蛇，有炸药，有鬼啊！别怕，我去把炸药扛回来。扛炸药，我一定是疯了。扛炸药，殿下，您真疯了！那玩意儿会炸啊！砰，咱俩就成肉馅了。虾仁没理会二丫头的尖叫，只见他猫着腰，像做贼一样溜出破庙。他小心翼翼地摸到马车旁，借着月光，果然看到车底那个散发着不祥气息的黑包。他屏住呼吸，一点点把那包成垫垫的东西拖了出来。炸药包入手的那一刻，他感觉心脏都快停跳了。虾仁扛着那个要命的炸药包，在寂静无人的街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王八皮呀，王八皮，你想炸死我，我也让你尝尝惊喜的滋味。炸哪儿好呢？衙门太远扛不动，他家大门不够进对了。粮汤他倒卖军粮，坑害百姓，就炸他的命根子。我真是个天才。虾仁没注意到，在他身后不远处的墙角阴影里，一个瘦小的身影正捂着嘴，惊恐又好奇地探头探脑。祖宗哎，殿下真扛着那玩意儿走了，他要去炸粮仓。这要是炸了，咱家是跑呢，还是给殿下收尸呢？收尸估计也收不全乎了。咱家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虾仁终于摸到了一处高墙大院外，门口挂着2个灯笼，灯笼上隐约可见一个王字。院墙里面静悄悄的。虾仁放下炸药包，累得直喘粗气。他看着那高高的院墙，又看看脚边的炸药包，脸上露出了一个神秘的笑容。他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弯腰再次扛起那包沉甸甸的灰礼。王大人，您送的礼，我原封不动还给您了。虾仁深吸一口气，扛起炸药包，目光决绝地看向那高墙。就在他弯腰准备安放炸药时，身后传来一声带着哭腔的惊呼：“殿下小心，脚下有狗洞！”虾仁被身后二丫头那声狗洞吓得魂飞魄散，脚下一滑，整个人连同肩上的炸药包以一个极其狼狈的姿势向前扑去。
无命休矣。殿下您没事吧？吓死奴才了！您这要是摔炸了，奴才可怎么跟先帝爷交代啊？没事，屁股有事，炸药呢？还好没炸，感谢狗洞救命之恩。两人惊魂未定地看向那个滚到狗洞边的炸药包，虾仁心一横，也顾不上屁股疼，手脚并用爬了过去，连蹬带踹，把那沉甸甸的瘟神顺着狗洞硬生生塞进了高墙之内，位置不偏不倚，正好是粮仓外墙根下。快跑！好啊，再不跑就成烧烤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仿佛平地炸起一个焦雷，整个沙洲城都被震得抖了3抖。王刺史粮仓方向，一道刺目的火红光柱冲天而起，瞬间撕裂了漆黑的夜幕。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气浪翻滚的出响，砖石木料如同纸片般被抛向高空，无数的粮食像瀑布一样从破口处喷涌而出，漫天飞舞。亲娘脸，真炸了！好大的烟花！那飞的是咱家的金叶子换的粮吗？我的金叶子在天上飞。王八皮这份回礼够不够劲？金儿好像有点太大了，会不会赔钱？爆炸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全城。百姓们先是惊恐，随即是难以置信，最后是狂喜。无数面黄肌瘦的流民和普通百姓如同潮水般涌向城门口。虾仁正指挥着几个流民支起一口巨大的铁锅，锅里熬着稀的能照见人影的粥，但散发出的粮食香气对饥肠辘辘的人们来说已是无上美味。听说了吗？王八皮的粮仓炸了！老天开眼啊！炸得好，炸得好啊！那些黑心粮，喂狗都不配。快看，是那位被贬来的三殿下，他在施粥，快去！活菩萨，真是活菩萨！马蹄声嘚嘚作响，林静带着一队亲兵，面色阴沉地出现在城门口。他看着眼前乱哄哄的景象，眉头拧成了疙瘩，目光如刀子般扫过正在笨手笨脚帮忙搅粥的二丫头和略显局促的虾仁。哼，虾仁，你倒是会收买人心，弄出这么大动静，炸了官仓，现在又在这里假仁假义。沙洲穷得叮当响，养自己人都费劲，哪来的余粮养这些闲人？你这人怎么说话的？闲人，难道想活命也有错吗？谢殿下活命之恩，小老儿无以为报，就只剩这点手艺了。这是小老儿当年在工部当差时琢磨的水车图，兴许能帮沙洲引点水。工部的水车竟然还有这种玩意儿！林静骑在马上，冷眼看着这一幕，眼神依旧冷硬。但当他的目光扫过那些流民眼中对虾仁真切的感激，再扫过虾仁接过图纸时那副懵懂却认真的样子，他那张刚毅的脸上似乎有一丝极其细微的波动。生知道三殿下下人节字。殿下，快看，是王德发王公公，他派人送东西来了。肯定是宫里惦记您了，说不定是金子，是好吃的。发财了，终于不用喝稀粥了。虾仁看着一睹手中的包裹，又看看身边堆积如山的难民和水车，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那包裹里是福是祸，还是新的麻烦？酒馆里弥漫着一股劣质酒水和汗臭混合的味道。虾仁坐在最角落一张瘸腿的桌子旁，面前摆着的那个包裹还没拆开，他正对着那张水车图发愁，眉头拧成了疙瘩。二丫头则像只护食的小狗，警惕地环顾四周，生怕有人抢他们的宫里的赏赐。饮水这管子怎么接？轮子要多大？这比账本还难看懂。工部老将，这图画的跟鬼画符似的，沙洲没水，要这轮子有啥用？转着玩。贵人，看您愁眉苦脸的，来碗咱沙洲特产的烧刀子提提神。这什么味儿？比咱家刷马桶的碱水还冲！快拿走拿走！贵人听劝，这沙洲啊，白天热死，晚上冻死，心事重的根本睡不着。喝碗这个，保管您1碗下去头重脚轻，2碗下去天旋地转，3碗雷打不动，一觉睡足3天，啥烦心事都忘了。谢掌柜好意，哎，贵人别客气，初来乍到算小的请您的，喝点酒暖暖身子，也好睡个踏实觉不是？您看您这印都沾灰了，放桌上多不稳当，万一摔了。沙洲这潭水浑得很，看好你的东西，尤其是那块破铜疙瘩。林静说过要看好印，这人不对劲，劝酒还盯着我的印，睡3天是想偷我的印。呵，掌柜的盛情难却，我干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看看你到底想干嘛？拼了！虾仁屏住呼吸，仰头就把那碗辛辣刺喉的液体往嘴里灌，那滋味像吞了一团火，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呛得他眼泪鼻涕瞬间就下来，咳嗽个不停，手里的定北印也因为这剧烈的动作啪嗒一声掉在了桌下。殿下，您的印！哎呀，贵人小心，酒洒了。哎呦，瞧我这笨手笨脚的，对不住，对不住。虾仁虽然被酒呛得头晕眼花、天旋地转，但一直死死盯着印泥被冲掉的那一刻，他模糊的醉眼似乎看到印底凹槽里被泥垢掩盖的地方露出了极其细微、排列奇特的划痕。划痕不是花纹，像字，没事，一块破铜擦什么擦？困死了。有鬼，绝对有鬼！这划痕难道是镇北军？虾仁醉倒，鼾声如雷，攥着金印的手因为用力而发白，掌心被印上冰凉的凹槽纹路硌得生疼。虾仁终于明白，原来这块破铜最大的秘密不在印泥，而在印身。定北，原来如此。林静，你扔我进破庙是故意的。不好了，城外商队遇劫了。马匪，好凶悍的马匪！别去看，别管闲事，那帮杀财刀快得很，小心溅一身血。殿下，您听见没？城外出热闹啊，马匪劫道，奴才扶您去看看热闹。您不是刚得了那什么镇北定北印的玄机呢？正好活动筋骨。殿下喝醉了，最好忽悠，看热闹去，说不定能捡漏。二丫头半拖半架着醉醺醺、脚步踉跄的虾仁，深一脚前脚的往城外赶。虾仁大半重量都压在二丫头瘦小的身板上，差点把她压趴下。殿下，您倒是使点劲儿自己走啊！沉死奴才了！您这看热闹的代价也特大了。失策，真该让殿下把那碗酒吐出来。平时看不出来，这二丫头力气还挺大呀。兄弟们加把劲，宰了这群肥羊，货和金子都是咱们的。妈呀，真杀人啊！殿下热闹太大，快跑吧！虾仁看着马匪的凶残和商旅的惨状，酒意瞬间化作了怒火。他想起了自己被贬路上遭遇马匪的恐惧，想起了算命先生的话，更想起了印底那代表镇北军的划痕，一股莫名的勇气或者说责任感涌了上来。来，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尔等马匪安敢行凶？这一嗓子成功吸引了所有马匪的注意。马匪头子一愣，看到一个衣着普通、脚步虚浮的年轻人站在那里，旁边还有个面白无须、吓得抖如筛糠的小个子，他顿时爆发出更大的嘲笑。哪来的醉猫？毛没长齐就学人逞英雄，正好，爷爷的刀还没饮够血，拿你祭刀。完了，装过头了，救命啊！殿下小心！战斗结束的极快，十几个凶悍的马匪在这群神秘黑影面前如同土鸡瓦狗，片刻间便被屠戮殆尽，只剩下那个马匪头子被一脚踹跪。你们是谁？镇北军？不可能，临近的人不在这条道。商队领头那个中年汉子此刻眼神锐利如鹰，他捂着受伤的胳膊，踉跄却坚定地走到虾仁面前，无视了满地尸体和跪着的马匪头子，目光灼灼地盯着虾仁的脸，又扫了一眼他下意识紧握在手里的定北印。暗卫丙自银，校尉赵铁柱，奉陛下密旨，暗中护卫三殿下。殿下遇险，属下救驾来迟，万死。暗卫护卫我不是在做梦吧？刚才那9进儿还没过，暗卫，传说中的暗卫，保护我这个被贬的倒霉蛋。此乃暗卫调兵令，凭此令，殿下可随时调动北境3州所有潜伏暗卫，如陛下亲临。虾仁下意识地接过那块沉甸甸的令牌，入手的分量让他心头一震，刚才的恐惧瞬间被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和力量感取代。他看着跪地的赵铁柱，看着周围肃立的暗卫，再看看手中象征着无上权力和父王暗中关怀的令牌，一种前所未有的底气油然而生。哎呦，这黑疙瘩！别乱碰，这可是宝贝，比金叶子值钱1万倍。殿下，大皇子急信。虾仁拆开信，快速浏览，内容无非是听闻沙州两岸复杂，恐生事端，为兄甚忧，叛地莫要深究，安心戍边，保重自身之类的关切之语。他看完，嘴角勾起一丝冷笑，将信纸揉成一团。他越不让查，我偏要查，查个水落石出。大哥，你的关心我收到了，现在该收点利息了。赵校尉，带上你的人，跟我走。殿下，等等奴才。奴才给您开路。虾仁一马当先，赵铁柱带着数名气息凛冽的暗卫紧随其后。二丫头昂首挺胸，狐假虎威，一行人目标明确，直闯沙州权力中心刺史府。
刺史府大堂气氛凝重的能拧出水，王刺史舔着肚子坐在上手，脸色铁青的看着不请自入的虾人。大堂角落里，林静抱着胳膊靠在柱子上，依旧是那副冷眼旁观的姿态，只是眼神深处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探究。虾人，你好大的胆子，无令擅闯刺史府，还带着这些来历不明的凶徒，你想干什么？造反吗？造反！王大人扣得好大帽子，我奉旨戍边，查的是你倒卖军粮，祸害百姓，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该当何罪？人证物证在哪儿？就凭你一张嘴，还有那个死鬼梁上的疯话，笑话！本官看你失心疯了。来人啊，把这个狂徒给我拿下，若有反抗，格杀勿论。哎呦喂，要杀人啦！殿下救命！小子，让本将看看你的成色，光靠嘴皮子可镇不住这沙洲。暗卫令在此，如陛下亲临，谁敢造次？令牌一出，一股无形的肃杀之气瞬间弥漫整个大堂，时间仿佛凝固了。扑上来的衙役如同被施了定身法，僵在原地，惊恐地看着那块造型古朴的黑色令牌。暗卫令？不可能，你怎么会有？大堂的房梁上，屏风后，甚至王刺史座位后的阴影里，如同鬼魅般无声无息地闪现出7、8名身着黑衣、脸覆面具的身影。他们手持淬毒的短弩或泛着幽蓝寒光的短刃，冰冷的杀机如同实质般锁定了王刺史和每一个衙役。只要虾人一声令下，这里瞬间就会变成修罗场。黑衣面具身影无声闪现。暗卫秉自营在此，持令者如陛下亲临，抗令者杀无赦。饶命，大人饶命！完了，全完了！一直如同磐石般沉默的林静，此刻深吸一口气，大步走到虾人面前。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这位桀骜不驯的沙洲将竟单膝跪地，动作干脆利落，甲胄铿锵作响。他抱拳过头，声音洪亮，带着前所未有的郑重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末将林静参见殿下，昔日多有冒犯，请殿下责罚。自今日起，末将愿听三皇子调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成了，真的成了，这令牌真管用。林静归心了。林将军请起，过往不究，沙洲安危以后就仰仗将军了。报林将军，殿下，城外急报，有大批形迹可疑的流民工匠混入城中，其中恐有敌国细作。虾人和林静对视一眼，刚刚结成的盟瞬间面临第一次考验。敌国细作混入工匠，所图为何？两人眼中同时闪过一丝凝重，沙洲的平静才刚刚开始就被打破。一段坍塌的城墙正在紧急修补，场面热火朝天又混乱不堪。流民工匠们喊着号子，搬运土石。监工的小丽挥着鞭子吆喝，几个穿着普通工匠服但眼神闪烁、动作略显生疏的汉子混在人群中，一边干活一边低声交谈。修这破墙有个屁用，沙包一来全得塌，费这牛劲不如挖地窖。地窖？挖那玩意儿干啥？藏粮藏人，大周缺水，粮就是命，挖深点阴凉。万一将来大军围城，咱们的人藏在里头，神不知鬼不觉，总比在这太阳底下晒成人干强。有道理，跟头儿说说，让那傻皇子下地挖地窖。虾人和林静带着几名亲兵和暗卫正在巡视城墙。虾人看着烈日下汗流浃背的工匠，尤其是那些面黄肌瘦的流民，有些不忍。林将军，这天太热了，工匠们太辛苦了，我看有些人都快中暑了。殿下仁厚，只是工期紧迫。哎呦，这日头要人命啊！修墙不如挖地窖啊，地窖里多凉快，还能存点救命粮。是啊是啊，挖地窖好，比在这晒着强100倍。挖地窖凉快，存粮，好主意啊！这不就解决工匠辛苦和存粮的问题了？听劝。这几位兄弟说得好，挖地窖又凉快又能存粮，一举两得。殿下，地窖耗时耗力且城墙。无妨，城墙慢慢修，先挖地窖，让大家伙凉快凉快，存粮要紧。监工小弟哪敢违抗，立刻吆喝起来，指挥一部分工匠开始在新划定的区域挖掘。那几个细作低头干活，嘴角却勾起一丝得逞的音响。挖地窖，殿下可真会想，这破地方能挖出啥？耗子精？还不如让大家去找找有没有野果子。二丫头感觉是捅到了什么东西，然后手上猛一推，面前看似坚实的土墙根竟然被他捅穿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洞，一股阴冷带着浓重土腥味的风瞬间从洞里倒灌出来，推得二丫头一个激灵。哎喂，这墙是空心的，乖乖，该不会挖到前朝古墓了吧？里面会不会有金子？
洞口被二丫头扒得足够大时，边缘一大块松动的泥土突然塌陷下去，露出了一个足够一人弯腰通过的黑黝黝的洞。一股更强烈的冷风夹杂着尘土扑面而来，里面隐约可见人工修葺的痕迹。殿下，林将军强吃人了，不是密道，奴才挖出密道了。虾仁和林静闻声赶来，看着那个突兀出现在城墙根下的幽深洞口，又看看坐在地上的二丫头，再联想到刚刚抓到的帝国细作和挖地窖的建议，两人瞬间明白了什么。密道。林静立刻挥手，一队精锐士兵无声而迅速地围拢过来，刀出鞘弓上弦，杀气腾腾地指向洞口。赵铁柱也带着2名暗卫上前警惕地探查，虾仁则蹲在洞口捡起一块塌落的石块，心脏砰砰直跳。殿下，下去看看这地窖通向哪里。顺着阴冷潮湿的密道七拐八绕，虾仁和林静带着士兵和暗卫如同鬼魅般悄无声息地前行。火把的光在石壁上投下扭曲跳动的影子，空气中弥漫着土腥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异域香料气息。二丫头紧紧抓着虾仁的衣角，脸白得像纸，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殿下，咱家这心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这鬼地方比王八皮的粮仓还吓人。您说会不会突然蹦出个粽子啊？别自己吓自己，哪来那么多粽子？林将军，你说这地道通哪儿啊？有光，前面有动静。众人瞬间屏息凝神，武器悄然出鞘，寒光在黑暗中闪烁，前方隐约传来人声，还夹杂着几声像是金属碰撞的声响。完了，真撞上了！老天保佑，千万别是粽子开会，最好是几个毛贼打晕了事。密道尽头豁然开朗，竟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巨大石窟。石窟中央燃着几堆篝火，10几个身着异域服饰、眼神精悍的汉子正围着一个打开的箱子，箱子里码放整齐的刀剑和弓弩。一个身红旗装、容貌明艳却带着怒气的少女，正对着一个首领模样的汉子呵斥：“拓跋野，父王让你潜伏沙洲，是收集情报、伺机而动，不是让你像个山匪一样打劫商队暴露行踪。那批货里可有给萧瑾的密信？若是丢了、坏了，父王大忌，你有几个脑袋够砍？”公主殿下息怒，实在是沙洲里新来的三皇子查得太紧，粮道被断，兄弟们饿得前胸贴后背，不弄点外快，连买情报的钱都没了。再说抢的是中原商队，又没动咱自己人。萧瑾，密信，敌国公主，我的亲娘咧这密道挖到人家老巢了，这么劲爆的消息，大哥啊大哥，你真通敌啊！这下证据确凿了。敌国细作，公主叶绿燕。好大的鱼，动手一个不留。林静话音未落，如同猛虎下山般率先冲出，士兵和暗卫紧随其后，瞬间杀入敌群。石窟内顿时喊杀震天，鲜血交鸣。妈呀，杀人了！救命啊，殿下！咱家不想死在这儿啊！粽子没来，来了一群活阎王。战斗异常激烈，拓跋野等人身手不凡，拼死抵抗。耶律燕拿刀迎战，刀法凌厉，但架不住林静和暗卫人多势众，配合默契，很快拓跋野等人便被斩杀或制服。耶律燕也被2名暗卫用刀架住脖子，动弹不得。卑鄙的中原人，只会偷袭！放开我！有本事堂堂正正打一场！堂堂正正！你们在我大梁境内建立据点，私藏军械，勾结皇子，意图不轨。还谈什么堂堂正正？公主殿下，沙洲庙小，容不下您这尊大佛，来人，押下去，严加看管。哎呦，这女贼头不，这公主长得还挺俊，瞧瞧这衣裳料子，这宝石。殿下，奴才申请去监督他，保证他跑不了。顺便帮您检查检查他身上有没有藏凶器。收起你的小心思，凶器，我看你是想顺人家手势吧，老实待着。殿下，此女身份敏感，留着是祸患，但她知道的情报价值连城，一墨将看，饿她3天，不给水米，再硬的骨头也熬不过饥渴，到时候自然乖乖开口。林将军所言极是，就按你说的办，饿他3天，看他招不招。饿3天会不会太狠了点？不过为了情报，为了扳倒大哥，只能委屈这位公子了。佛祖保佑，千万别出人命。不过渴了，给他点井水喝吧。沙洲天干物燥，别真渴死了。耶律燕被粗鲁地推进石室，铁门哐当一声关上，他踉跄几步才站稳，愤怒地踢了一脚铁门。房部四周只有一堆干草，连张破席子都没有。他靠着冰冷的石壁坐着，高傲的脸上写满屈辱和愤怒。喂，里面的听着，我们殿下和林将军有令，饿你3天，不给饭吃。识相的，赶紧把你们那点破事都抖落出来，省得受皮肉之苦。哼，敢瞪咱家，小心咱家拿棍子戳你！阉狗，滚开！再敢聒噪，等本公主出去，第一个割了你的舌头。你敢骂咱家阉狗？
反了你了！等着，3天后有你好看，饿死你，渴死你！二丫头骂骂咧咧的走了。石室内恢复死寂，只有耶律燕粗重的喘息声。不知过了多久，一个破碗装着浑浊的井水被推了进来。殿下开恩，赏你口水喝。呸！什么鬼东西，又涩又臭，比马尿还难喝。中原的井水都这么难以下咽吗？这画的都是什么啊？饮水沙洲地底要是有水，还叫沙洲吗？二丫头，别睡了，去给我倒碗水来，要凉的。啊，谁？哦，殿下，您也悠着点，看这破图有啥用？还不如想想怎么审那公主。3天了，硬是没吭一声，骨头真硬。禀殿下，那女囚耶律燕刚才喝了口水，全吐了，还骂骂咧咧的嫌咱们的井水难喝，比马尿还难喝。难喝，吐了。沙洲的水一直这样啊，有什么好嫌弃的？等等，她一个敌国公主被俘了，还挑3拣4嫌水难喝，是娇气还是沙洲的水真的有问题？我们喝惯了不觉得，她喝不惯，所以反应这么大。水源，一个念头如同闪电般劈进虾仁脑海，他猛地站起来，眼睛瞪得溜圆。是水源有问题，快带我去看水源，沙洲城的水井，所有的立刻。殿下，您怎么了？中邪了？水有啥好看的？不都一个味儿吗？别废话，快去叫上林将军，让他带人封锁所有水井，快啊！老天爷，如果水源真有问题，那沙洲百姓守军，包括我们，岂不是一直在喝毒水？王八皮、萧景，你们好毒的心肠！耶律燕，你无意中一句话，可能救了全城人的命。最大的水井旁里3层外3层围满了士兵，百姓被远远隔开，议论纷纷，面带忧色。林静脸色铁青，看着虾仁指挥人从井里打水，一桶桶浑浊的水被提上来，散发着比平日更浓重的腥色气味。怎么回事？怎么不让打水了？官爷家里还等着水做饭呢。这水味儿好像是不太对，比以前更冲了。殿下，您怀疑水源被投毒，末将已派人查验，暂时未发现剧毒之物，只是这水质确实愈发恶劣了。不是剧毒，但长期饮用这种水人肯定会生病。没力气，士兵如何打仗？百姓如何劳作？王八皮只顾倒卖粮食，哪管水源好坏？沙洲本就干旱，若再失去可饮用的水源，不攻自破。殿下，奴才觉得这水跟牢里那公主喝的是一个味儿，她喝一口就吐了，金贵得很。要不把她提溜出来问问，她不是敌国的吗？说不定知道点啥。对啊，耶律燕，他是北漠来的，北漠比沙洲更干旱，他们肯定有应对之法。快去把耶律燕带来。客气点，子马当活马医了。这公主虽然凶，但好像也不是完全没脑子，试试看。耶律燕被2名士兵护送过来，虽然面色憔悴，但腰板挺得笔直，眼神依旧高傲。看到井边景象和虾仁等人凝重的表情，他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讽。怎么，殿下终于发现你们沙洲的甘泉难以下咽了？现在想起本公主了？晚了。公主，沙洲水源恶化，事关全城军民性命。你是北漠公主，见多识广，可知其中缘由？可有解决之法？若能相助，本王必有重谢。立刻放你走！放我走？你当我是3岁孩童？帮你们解决了水源，你们好更有力气对付我北漠。本公主还没那么蠢。阶下之囚还敢嘴硬，殿下跟他废什么话？继续饿着。饿到你前胸贴后背，看你还嘴硬，咱家亲自盯着，一口水都不给你。要我帮你们也不是不行，但我有条件。什么条件？只要不危害大梁，你说。第一，立刻给我松绑，准备干净的食物和清水，还有我要沐浴更衣，这身脏衣服我一刻也受不了了。第二，给我纸笔，我要画图。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图画完，解法告诉你们之后，你们必须安全护送我到西边的邻国西羌，不得派人跟踪或劫杀，以你们中原皇帝的名义起誓。沐浴更衣，这关头还讲究这个？去西羌放虎归山，可是水源问题不解决，沙洲就完了。大哥的罪证还没送出去呢，赌一把，这公主好像也没那么坏透顶。不行，殿下，此女狡诈，放她去西羌，无异于纵虎归山。她若将沙洲虚实告知西羌或北漠，后患无穷。好，我答应你，以大梁皇帝萧衍之名起誓，只要你的法子真能解决沙洲水源困境，我虾仁必定安全护送你入西羌。若有违背，天诛地灭！来人，给公主松绑，准备她要的东西。耶律燕换上了一身干净的素色布衣，虽然朴素，却难掩其明艳。她坐在桌前，神情专注，运笔如飞，在纸上勾勒出复杂的图案和符号。虾仁、林静、
二丫头都围在旁边，伸长脖子看。画的啥呀？跟鬼画符似的，比工部老头的图还难看懂。殿下，他不会是在耍咱们吧？殿下，北漠却有一些奇特的治沙引水之法，只是不知真假。不懂就闭嘴！井底之蛙，这叫坎儿井，是我们北漠和西域一些绿洲赖以生存的法宝。原理是利用地下暗渠和竖井，将雪山融水或深层地下水引到地表，同时减少蒸发。他指着图纸上的线条，详细解释竖井如何挖掘定位，地下暗渠如何保持坡度和防止淤塞，如何利用深层沙土层过滤水质。妙妙啊！公主大才，此法定能解我沙洲之困。快记下来，立刻召集工匠按图施工。坎儿井地下暗河，我的天，沙洲地底下真有水！这要是成了，我就是沙洲的大恩人，活神仙。父皇知道了，会不会夸我？图画完了，解法也说了，现在履行你的诺言吧，殿下，我要去西羌。好，公主放心，本王言出必行。林将军立刻安排可靠人手，准备车马干粮，护送公主西行，务必保证安全。末将领命。殿下真放他走啊？您看他那衣裳上的扣子多亮啊，留在沙洲多好。万一他路上跑了，或者去西羌搬救兵，去，一边去，别打那些扣子的主意。本王金口玉言，说了放就放。再说了，他身上最值钱的法子，咱们不是已经到手了吗？虾仁亲自将耶律燕送到城门口，一辆不起眼的马车已等候多时，临近派出的4名精干士兵护卫左右。走，回去召集全城工匠挖坎儿井，咱们沙洲的好日子要来了。坎儿井，这名字真怪，不过只要能出水叫啥都行。耶律燕谢了，虽然你是敌国公主，祝你在西羌过得开心吧。马车驶向西方领土，耶律燕撩开车帘回望沙洲方向，虾仁则在城中热火朝天地指挥工匠开工，浑然不觉公主临行前那意味深长的一瞥。耶律燕乘坐的马车抵达西羌边境，在一家鱼龙混杂的客栈落脚。4名护卫警惕地守在房间外。耶律燕换上了一身西羌女子的普通服饰，用面纱遮住大半容颜，独自坐在大堂角落，点了一壶奶茶，默默观察着周围环境。客栈门口传来喧哗，几个中原人打扮的汉子走了进来，为首一人锦衣华服，气度不凡，但眼神闪烁，透着一股精明和戾气。他们在大堂中央一张桌子坐下，大声吆喝伙计上酒菜，言语间颇为傲慢。妈的，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总算到了，东西都藏好了，那批从沙洲弄出来的军械，还有给王爷的信，千万不能出岔子。张管事放心，都安置在镇外老地方了，绝对安全，就等王爷下一步指示了。这次断了沙洲的水源，又送了批破铜烂铁给那帮马匪添乱，够那3皇子喝一壶的。王爷在京城知道了，必定大加赞赏。那是自然，王爷运筹帷幄，那虾仁小儿被贬到沙洲那鬼地方，还想翻天，做梦。等王爷大事成了，咱们都是从龙功臣。管事，王爷密信里还说让咱们留意一个北漠来的女人，叫耶律燕，说是可能逃到这边了，让咱们找到就。是有这茬，一个亡国公主，丧家之犬，还敢跟王爷谈条件，知道太多就该死，吩咐下去，让弟兄们眼睛放亮点。耶律燕握着茶杯的手猛地收紧，她低着头，面纱下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眼中充满了震惊、愤怒和冰冷的杀意。萧景，你好毒！利用完我北漠就想杀人灭口，水源是你断的，军械是你送的，马匪是你支持的，还要杀我？好得很。一股寒意夹杂着滔天的怒火席卷全身，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一个大胆的计划瞬间成型。张管事带着2名心腹，鬼鬼祟祟地来到镇外一处废弃的土地庙。他们警惕地看了看四周，确认无人跟踪，才钻进庙里，在角落搬开一个破旧的香案，露出一个隐藏的地窖入口。你们在上面守着，我下去取信，王爷有新的吩咐。张管事顺着梯子爬下地窖，地窖里点着油灯，他走到角落，从一个暗格里取出一个密封的铜管，正要打开，突然一个身影如同狸猫般悄无声息地滑了下来。谁啊？是你！一声闷响，精准地砸在张管事后颈。张管事连哼都没哼一声，翻着白眼软倒在地。4名护卫如同拎小鸡一样，将被打晕捆成粽子的2名心腹扔在一起。看到耶律燕出来，护卫首领上前：公主殿下，人已拿下，您这是？不必送我去西羌了，立刻备马，以最快的速度返回沙洲，把这些东西亲手交给3皇子，告诉他这是萧景通敌卖国、构建手足、意欲弑父篡位的铁证。是，属下遵命。
上马护送公主回沙洲。耶律燕翻身上马，看了一眼西羌的方向，眼中再无犹豫，猛地一夹马腹，骏马嘶鸣，带着他如离弦之箭般冲向来时的路。萧景，你想我死，想灭口，我偏要活着，活着把你拖下地狱。虾仁，这次我看你怎么谢我。虾仁正兴奋地听着工头汇报卡尔井挖掘的进展，第一批竖井已经挖下去10几丈深，似乎真的探到了湿润的沙土层，前景一片大好。殿下，您真是神了！听那公主一席话，咱沙洲就要有水了。到时候您就是沙洲的活菩萨，咱家也跟着沾光。那是，本王这叫慧眼识珠，从善如流。等坎儿井通了水，本王要在这里修个大花园，种葡萄，又甜又水灵的葡萄。耶律燕，你怎么回来了？西羌那边不顺利。你怎么又回来了？还嫌咱沙洲的井水难喝？哼，少废话！虾仁，你要扳倒萧景的铁证我给你送来了。这是我在西羌边境撞见了萧景派去联络西羌王爷的管事，这就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铜管里是他与西羌王爷密谋的信件，玉佩是他的信物，信里写得清清楚楚，如何断你沙洲水源，如何资助马匪袭扰，如何构陷你谋反，甚至还有他对京城陛下动向的刺探和不轨之心。断水源、助马匪、构陷我谋反、刺探父皇，甚至有弑父的暗示。大哥，我的亲大哥，你为了皇位竟如此丧心病狂，勾结敌国祸害边疆，连亲生父亲都不放过，畜生，简直是畜生！好一个萧景，好一个我的好大哥，通敌卖国，构陷手足，意图弑父，桩桩件件，铁证如山。这次你完了！虾仁眼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紧握玉佩和密信。门外却传来通报。萧景派来的谋士已到，声称奉大皇子之命关切沙州农事，并带来大皇子对科举的新见解。萧景派来的谋士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他身后跟着2个随从，抬着一个不大的箱子。贾谋士脸上堆着虚假的笑容，对着主位上的虾仁拱手。下官贾思文奉大皇子殿下之命，特来沙州探望3殿下。殿下在沙州辛苦了，大皇子在京中可是日夜挂念，忧心不已啊。哦，是贾先生，大哥派你来的，快请坐。大哥真是太关心我了，日夜挂念我，怎么还没死吧？忧心铁证怎么还没毁掉吧？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还抬个箱子，装的啥？该不会是毒药吧？哎，3殿下有所不知啊，大皇子殿下心系天下，尤其关心农桑民生。他常说这天下之本在农，空谈诗书礼义，于国何益，于民何用？就说这科举取士吧，考些酸文腐诗，选出来的尽是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让他们去治理地方，岂不误国误民？贾先生此言似乎有些道理，那依大哥之见，该如何取士？来了，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我倒要看看你能放出什么屁！大皇子殿下高见，认为当以农事取材，考什么？就考中第一，考如何变土质，如何选良种，如何防虫害，如何兴水利，选出来的人才，那才是真正懂民生、知疾苦、能做实事的干才。这不，殿下心系沙州，知道此地贫瘠，特命下官带来一批耐旱的黍米良种，赠与3殿下，聊表心意，也望沙州能以此为契机，开农事取材之先河啊！良种耐旱的好东西啊！殿下，快打开看看，要是真能种活，咱沙州就有救了。考种地，农事取材，听起来好像真的有点道理。沙州现在最缺的就是懂农事、能种活粮食的人。大哥这建议虽然肯定没安好心，但好像能用。妙啊！大哥此计真乃金玉良言。贾先生，你回去替我多谢大哥，他的建议本王采纳了。本王即刻下令，沙州开科取士特加农事1科，题目嘛就按大哥说的办，考变土、选种、防灾、水利。至于这2种，本王也收下了，待我沙州居民谢大哥厚赠。二丫头迫不及待地打开箱子，里面是几袋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黍米种子，看起来确实不错。3殿下从善如流，实乃沙州之福。下官定将殿下之意转达大皇，预祝殿下农事取材马到成功，为朝廷选拔出真正的栋梁。泥腿子考中第能选出什么人才？等着看笑话吧。几天后，晒谷场上人头攒动，气氛比过年还热闹。沙州以及附近州县，凡是觉得自己有点种地本事的，不管是白发张老七，还是有非壮汉，甚至有几个半带孩子，都跑来参加这史无前例的农科考。肃静！本次农科考旨在选拔精通农事、能为沙州解困之才。考题有3：其1，辨别桌上3种土壤，说出其特性及适宜种植何种作物；其2，从这些种子中选出最适合沙州当前旱情种植的，并说明理由；其3，如何利用现有条件，在沙州兴修简易水利，保商抗旱。
开始。随着一声令下，考生们立刻围到桌边，有的抓起土块搓捻纹绣，有的仔细对比种子，有的抓耳挠腮，有的则胸有成竹，侃侃而谈。这是土是沙的废话，还用你说？哎，那个豆子不能种，费水。殿下说了，要耐旱的。公公，这豆子看着饱满，饱满顶啥用？得耐旱，懂不懂？听咱家的，选那个黍米，就大皇子送的那种，错不了。二丫头，你给我闭嘴，不许干扰考生。这时，一个角落里，一个穿着破旧、满脸皱纹、双手布满老茧的张老七吸引了虾人的注意。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急着去抢看样本，而是先蹲下身子，用手指仔细丈量了一下脚下晒谷场土地的温度和湿度，又抬头看了看天色，这才不慌不忙地走到桌前。这土沙性重，透气好，但存不住水，太阳一晒就干透了。种别的难活，就得种黍，耐旱、皮实，根扎得深，能吸地底下的潮气。这黍种看着饱满，外乡来的吧？水土不服，不经晒，种下去苗苗都烤蔫了。得用咱沙州本地的老鼠种，灰鼠看着丑，命硬，耐旱，耐极薄，这才是咱沙州的救命种。哦，说得好，老人家，那兴修水利呢？沙州水金贵啊！水修啥大工程，费那劲，挖坎儿井是好，长远可远水解不了近渴。眼下学咱庄户人的土法子，挖窝田，搭张大的坑，聚水，点种时浇一碗水，盖层薄土，再盖层干草防蒸，地头挖浅浅的老鼠沟，雨水来了能存一点是一点。再就是勤快点多锄地，锄透底下3分水。张老七的话朴实无华，却句句切中要害，充满了对土地的深刻理解和生存智慧。周围其他考生听得连连点头，连林静严肃的脸上都露出了一丝赞许。贾谋士的脸色则变得有些难看。老人家金玉良言，字字珠玑，本王受教了。敢问老人家高姓大名？不敢当，小老二姓张，排行老七，都叫我张老七。好，张老七，本王宣布，此次农科考头名就是你，破格录用，即日起为本王府中农事顾问，主管沙州屯田垦荒，推广抗旱良种和保墒之法，月俸5两银子。捡到宝了，这才是真正的人才。什么黍米良种，差点被大哥坑了。张老七，你就是我沙州的及时雨啊！殿下使不得，小老二就是个泥腿子，哪能当官啊？这不合规矩啊！哎呦，张老，快起来！殿下金口玉言，说你是头名就是头名，说当官就当官，月俸5两啊，够买多少斤黍米了？您老就偷着乐吧，以后咱沙州的庄稼可就指望您了。恭喜殿下喜得良才！不过一个目不识丁的张老七破格录用为官，恐惹人非议，有损朝廷体统啊！殿下何不顺势开学堂，教化万民，也为这些新科农官正正名分？大皇子殿下在京城兴办官学，成效卓著，可为楷模。开学堂正名分，呵，又想给我找事，还是想往学堂里塞你的人？不过办学堂倒也不是坏事，正好贾先生提醒的是，本王正有此意。沙州百废待兴，确实需要教化。这学堂本王马上就办，不仅要教农事，更要教孩子们读书明理，至于名分，张老七的本事就是最好的名分。沙州的粮食丰收了，百姓吃饱了，就是最大的体统。贾先生多谢建议，学堂一事，本王也一并采纳了。虾人笑容满面的应下开学堂，二丫头喜滋滋的带着新科状元张老七去安顿。贾谋士气得山羊胡直翘。角落里，一个负责登记的暗卫在考生名册上将张老七的名字和住址以及贾谋士那阴沉的脸色都默默记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夫子好可怕，像要吃人的山大王。娘，我要回家。难听死了，比我家驴叫还难听。老子宁可去杀10个马匪，也不想教这群小祖宗念这酸诗。哎呦喂，殿下，您从哪儿找来的这活宝夫子？教个书跟要上刑似的。您看，把孩子们吓得咱家耳朵也受不了了。这是赵铁柱安排的暗卫贾字号的好手，刀法一流，就是这教书育人嘛，有点为难他了。不过也好，热闹学堂嘛，刚开始都这样。二丫头，交代你的事办好了吗？办好了，殿下放心，咱家按您吩咐，让那暗卫夫子在课堂上故意说些京城趣闻。东市新开了家胡人酒肆，西市杂耍班子来了个胸口碎大石的，大家让他假装不经意的问那些大孩子，沙洲城哪里最好玩，有啥新鲜去处。
您猜怎么着？好几个小子都说状元郎最近老爱往城西那座破土地庙跑，说是那里清静，适合思考农桑大事。城西破庙又是破庙，这状元郎品味倒是独特，看来那地方风水不错啊。贾谋是你的人，果然坐不住了。破庙思考农桑，鬼才信，肯定是去街头。大哥啊，你这细作网络，怎么老跟破庙过不去？与学堂的热闹截然相反，破庙里死寂一片，残破的神像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狰狞。新科状元穿着崭新的门官绿袍，鬼鬼祟祟地朝庙外张望。还不得买，该不会出什么岔子了吧？贾先生交代的是，要是办砸了，我这刚到手的官帽。东西带来了，带来了。这是沙洲城最新的城防步兵图，还有那个张老七推广的窝窝田和灰鼠种植分布点都在这儿。贾先生说了，只要断了他们的粮，乱了他们的房，三皇子在沙洲就站不住脚，大皇子的大事就成了一半。办得不错，贾先生没看错你，继续盯着，尤其注意那个三皇子下一步的动作，还有学堂那边想办法多塞几个我们的人进去，那地方鱼龙混杂，是探听消息的好去处。等等，那个贾先生答应我的，事成之后调我回京城，还有那500两银子，少不了你的，办好你自己的事，记住，管好你的嘴，否则这破庙就是你的埋骨之地。神气什么？等老子回了京城。头儿都记下了，城防图、屯粮点、接头人，京城许诺500两银子，一字不落。好的很，人赃并获，铁证如山。贾谋是状元郎，还有那位不知名的黑衣人，你们一个都跑不了。大哥，你的爪子伸得可真长啊！撤！下人刚坐下，还没来得及和林静、赵铁柱商议如何收网，门外就传来通报：殿下，新科状元郎求见。哦，状元郎深夜来访，请进来吧。状元郎走了进来，脸上已经换上了一副忧国忧民、正气凛然的表情，丝毫看不出刚从破庙啃完冷烧饼。下官参见殿下，深夜叨扰实因有一事，关乎沙洲民生根基不土不快。哦，状元郎心系民生，本王甚慰，何事如此急切？说来听听。殿下，下官今日在城中走访，发现许多商户，尤其是一些粮商、布商，生意兴隆，却偷税漏税，中饱私囊，视朝廷法度如无物，长此以往，府库空虚，如何养军？如何赈济？如何兴办学堂？下官恳请殿下立刻下令严查商户偷税之事，尤其是那些背景深厚、为富不仁的大商户，当处以重罚，以儆效尤。查税罚大商户，喝好一招借刀杀人，釜底抽薪。我刚得了农事人才，推广2种屯田，有望你就怂恿我去查税，得罪那些地头蛇商户，是想让商户们恨我，制造混乱，还是想借我的手除掉某个背景深厚的商户？大哥，你这谋士心思够毒啊！状元郎此言真是振聋发聩，直指要害。本王也深恶痛绝这些偷税漏税、发国难财的奸商。查，必须严查，就从沙洲最大的那个商户隆昌号开始查起。状元郎，你一片赤诚，本王心领了。此事就按你说的办，明日本王就亲自带人去会会这隆昌号的东家。殿下圣明，下官愿为殿下效犬马之劳。状元郎心满意足的告退，虾人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变得冰冷。林静从屏风后转出，赵铁柱也现身。准备一下，明天去隆昌号，我倒要看看这沙洲最大的商户背后藏着什么牛鬼蛇神。还有盯死那个状元郎，他今晚怕是要睡不着了。殿下饶命啊！小的冤枉，隆昌号一向奉公守法，按时纳税，童叟无欺啊！这定是有小人诬告，殿下明察。明察！闭嘴，死胖子！殿下金口玉言，说你有问题，你就是有问题。咱家亲眼瞧见你账本上那些猫腻，瞧瞧你这身标，油水都从你毛孔里冒出来了，还敢喊冤？来人，给咱家先掌嘴20，让他清醒清醒。行了，二丫头，长什么嘴？本王是来讲道理的。前东家状元郎实名举报你偷税漏税，数额巨大，你可有什么话说？殿下，那状元郎就是个白眼狼，小人眼瞎才资助他科考，谁知他攀上高枝就反咬一口，小人账簿在此，请殿下过目，绝对清白。他挣扎着示意伙计去拿账簿，伙计哆哆嗦嗦捧来几本厚厚的账簿，虾人随手翻开一本密密麻麻的数字，看得他头晕眼花。这个收支明细看起来似乎天书，这绝对是天书。林将军，你倒是看看啊！
殿下这账不对，表面看是粮油布匹生意，但每月固定几笔大宗山货支出，数额巨大，去向不明，收款方名号模糊，只有代号。山货就是些山里的干货，土特产不值钱的。土特产能值这个价，比同等重量的精米还贵3倍。钱东家，你这山货莫非是金子做的？对，林将军说的对，快说钱都去哪儿了？是不是贿赂了哪个贪官，还是养了私兵？殿下饶命，将军饶命，小的不能说，说的全家老小都没命。殿下，瞧他这怂样，背后肯定有主儿。依奴才看啊，不如上点手段。奴才听说东厂，不是前朝有种法子，叫仙人指路，拿银针扎指甲缝儿，保管他啥都说。别，太残忍了，本王以德服人。钱东家，你看你不说，本王很难办。林将军的刀他也很难办，这样你悄悄告诉我一个人，我保证不告诉别人是你说的。是陛下。啥？谁？大声点！是陛下，三殿下。隆昌号是陛下的产业，那些山货款是陛下让小人秘密采购军需粮草，转运给西境边军的军饷了。代号金米，小人只是陛下的钱袋子，替陛下管钱的。仿佛一道惊雷在虾仁脑子里炸开，虾仁腿一软，差点一屁股坐地上。幸亏二丫头手疾眼快扶住了他。我的亲爹啊！父皇，钱袋子、军饷，我把父皇的秘密小金库给掏了，还把运军饷的给抓了。完了，这下不是贬谪，是直接掉脑袋了。大哥没整死我，我先把自己作死了。口说无凭，如何证明你是陛下的人？钱满仓急忙从贴身的礼仪暗袋里哆哆嗦嗦摸出一块半个巴掌大小的黑色令牌，正面一个古朴的玉字。有这个陛下亲赐的乾隆令，鉴令如见陛下亲临，只给最隐秘的差事用。将军您验。林静接过令牌，入手冰凉沉重，纹路和材质却非凡品。他仔细抹撒，脸色变幻不定，最终确认无误，朝虾仁凝重的点了点头。完了，真是父皇的钱袋子。等等，状元郎，阿撺掇我来查你，他肯定知道你的身份，他是故意的，他想借我的手断了西境边军的粮饷，让边军不稳，甚至哗变，他好毒的心肠。钱东家，你糊涂啊！既然是替父皇办差，为何账目做得如此不清不楚，引人误会，差点酿成大祸？幸好本王明察秋毫，林将军火眼金睛，才没让奸人得逞。不过你被状元郎利用，险些误了军国大事，也是有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殿下开恩，殿下开恩，小的知错，小的愿意戴罪立功。看在你为父皇效力多年的份上，这样吧，罚你代表隆昌号捐出半年的利润购买军粮，充作沙州守军的粮饷。林将军沙州军粮匮乏，你看这处罚可还妥当？既能小惩大戒，又能解燃眉之急。殿下英明，此乃两全之策。末将代沙州将士谢殿下体恤，也谢钱东家慷慨解囊。谢殿下开恩，谢将军。小的认罚。虾仁松了口气，擦擦额头的冷汗，他目光一转，落到还在懵懂状态的二丫头身上，计上心来。钱东家认罪态度良好，本王很欣慰。不过这罚没的军粮数目巨大，须得有人严格监督入库，确保一粒米都不少。二丫头在呢，殿下，奴才听着呢。本王看你最近办事还算机灵，这监督隆昌号的重任就交给你了，给本王盯紧了，出了半点纰漏，唯你是问。记住，这是军粮，国之根本，给本王拿出你东厂，拿出你大内总管的气势来。殿下放心，包在咱家身上。钱胖子听见没？从现在起，你的一举一动都得向咱家汇报，咱家要一粒一粒的数。走，先去库房，咱家要扎扎你现在的库存有没有猫腻，别想糊弄咱家。咱家在宫里可是管过御膳房点心的，一粒芝麻都别想蒙混过关。二丫头雄赳赳气昂昂压着欲哭无泪的钱满仓走了，活像只斗胜的小公鸡。虾仁和林静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劫后余生的疲惫和想笑的冲动。可算把这烫手山芋父皇的钱袋子安顿好了。林将军，你说父皇知道了，是夸我机灵呢，还是骂我莽撞？殿下临机应变，化险为夷，更充实了军粮，末将佩服。至于陛下圣心难测，末将不敢多言。殿下刚收到消息，大皇子萧景在京城得知隆昌号出事，怒摔了最心爱的羊脂玉茶杯。还有府里一个伺候花草多年的老园丁，突然告假说是老家侄儿重病，要回去看看，行踪有些可疑。大哥摔杯子了，记得不清啊！老园丁伺候花草多年，突然告假，这节骨眼上有点巧啊。
该不会是大哥派来搞我的新招数？小院角落，一个穿着粗布衣长、满脸皱纹的老园丁正佝偻着腰，小心翼翼地给几盆半死不活的仙人掌浇水。他动作迟缓，眼神浑浊，任谁看都是个本分的老实人。虾仁坐在院中石凳上，愁眉苦脸地研究着水车图纸。二丫头在旁边殷勤地给他打扇，眼睛却滴溜溜地往孙老根那边瞟。殿下，您真觉得那老头有问题？奴才盯他2天了，除了浇花就是晒太阳打盹，屁都没放一个，比咱家养的乌龟还安静。会不会是林将军情报有误？谁知道呢？林静说可疑，那就可疑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沙洲真是没一个省心的，花花草草都透着阴谋诡计。殿下，小老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哦，孙伯有话请讲。来了来了，狐狸尾巴要露出来了。殿下，小老儿在这院子里伺候了10几年花草，见过的人多了。林将军他对您恐怕没安好心啊。林将军没安好心，冲林静来的挑拨离间啊！这路子有点老套啊，大哥。切，老掉牙的招数。咱家看戏文里坏人都这么演。殿下，您想啊，您是龙子凤孙金枝玉叶，他林静不过是个手边的糙汉子，凭什么对您呼来喝去，动不动就冷着脸？小老儿好几次都看见他看您的眼神，那叫一个冷。还有小老儿前几日半夜起来小解，恍惚瞧见林将军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在他自己营帐后面埋了什么东西，四四方方的埋得可深了。小老儿当时吓坏了，没敢声张，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殿下，您的东西没少什么吧？埋东西？四四方方，油布包着。他下意识摸了摸怀里贴身藏着的定北金印。不可能，林静虽然脸臭，但对我好像还行，帮我打架抓人。可这老园丁说的有鼻子有眼，万一是真的呢？殿下，您可别信这老货胡说，林将军对您忠心耿耿。你个老东西挑拨离间，其心可诛，咱家看你就不是好东西。来人了，给我轰出去！殿下明鉴，小老儿一片忠心，天地可表，只是不忍殿下被蒙蔽啊。小老儿若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殿下若不信，何不亲自去林将军营帐后挖挖看？这挖林静的营帐不太好吧？万一挖出来是臭袜子，或者他藏的私房钱，那多尴尬。可万一是我的，孙伯你起来吧，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事关重大，本王自会查明。你先下去吧。今日之事不得对任何人提起。谢殿下信任，小老儿告退。殿下您真信他呀？这老梆子一看就不是好人，挖林将军的营帐，这不是打林将军的脸吗？他发起火来可比粽子吓人。怕什么？本王是皇子，挖他点土怎么了？再说了，清者不自清，他要是心里没鬼，怕什么挖？走，带上铁锹，咱们悄悄的去，趁他巡城不在。虾仁带着二丫头和2个亲兵，鬼鬼祟祟的溜到林静营帐后面。看哦，就是那儿金土，孙老头没说谎。快，二丫头挖轻点，别弄出太大动静。我的殿下，这种粗活怎么能让奴才干？你快挖，仔细点，别把林将军的宝贝挖坏了。亲兵无奈开始小心翼翼的挖土，挖了约莫1尺深。一声轻响，铁锹碰到了硬物。盒子有了，轻点，慢点，快拿出来！亲兵把盒子捧出来，擦干净泥土。虾仁迫不及待的接过，他心脏狂跳，颤抖着手解开油布，打开木盒。空的，怎么会是空的？嗨，白忙活，就是个破空盒子。殿下奴才就说那老东西。你们在干什么？一声冰冷的声音在身后炸响，虾仁吓得手一抖，空盒子哐当掉在地上。他僵硬的回头，只见林静不知何时已经回来，正站在他们身后，眼神如同寒冰利刃，死死盯着虾仁手里的空盒子和地上的铁锹。他身后还跟着几个同样面色不善的亲兵。林将军，你回来了！本王那个饭后消食松土。殿下好雅兴，跑到末将营帐后面来松土。末将这埋太地方，有什么东西值得殿下如此兴师动众，亲自来挖？不是林将军，你听我解释，是孙老根那个园丁，他说看见你半夜埋东西，本王担心是重要的东西丢了。对呀，林将军，都是那老梆子挑拨离间，说您埋了宝贝，殿下是担心您才过来看看的，绝对没有怀疑您的意思。孙老根，殿下末将营帐后面埋的是前几日猎到的一只野狐皮，打算削制好了献给殿下御寒，因怕被虫蛀，才用油布包了埋在地下阴干。今日刚准备取出，就看见殿下在松土。
这盒子是装硝石的，用完随手埋了。殿下，您莫非是怀疑末将私藏了您的定北金印不成？没，绝对没有。林将军，本王糊涂，轻信谗言。本王这就去把那挑拨离间的老东西抓起来。殿下，您的金印呢？虾仁下意识一摸腰间，原本贴身藏着的定北金印不翼而飞，只留下一个空瘪的锦囊。他瞬间如遭雷击，脸色惨白如纸。我的定北印不见了，刚才还在的，挖土前我还摸过。现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惊呆了。林静眼中的怒火瞬间被惊疑取代，二丫头更是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封锁小院，所有人原地不许动。搜，给我仔细的搜，一寸地皮都不要放过。殿下，您仔细想想，刚才有谁靠近过您？靠近我挖土的时候，二丫头在我旁边，金兵在挖。孙老根，一定是他，趁乱下的手，快抓住他！林静眼神一厉，身影如电，直扑孙老根平日待的角落，那里早已人去空空，只留下几盆蔫巴巴的仙人掌。一辆简陋的骡车吱吱呀呀地行驶在尘土飞扬的小路上，赶车的是个沉默寡言的妇人，车厢里坐着孙老根。总算出来了，三皇子、林静，你们就互相猜忌去吧。大皇子交代的事成了。孙伯坐稳了，殿下吩咐，连夜赶路送您回老家。辛苦王护卫了。孙伯，路被石头堵了，我下去看看，你在车里别动。有埋伏，孙伯小心。救命啊！好汉饶命，东西跟你们，别杀我！杀，一个不留！跑！往山里跑！孙老根被这惨烈的一幕惊呆了，求生本能让他连滚带爬的往旁边乱石堆里钻。嘿，快走！晦气，走！完了，金印丢了，父皇知道了，非得扒了我的皮。孙老根也跑了，死无对证，林将军肯定恨死我了。二丫头，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去挖土，挖出祸事了吧？殿下，这怎么能怪奴才？是那老梆子太狡猾。再说了，您不也信了吗？殿下稍安，孙老根年老体弱，跑不远，我已派旌旗沿途追索，定有消息。话音未落，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沉重的喘息声。两个满身尘土、血迹斑斑的士兵抬着一副简易担架冲了进来，担架上赫然是奄奄一息的孙老根。一个士兵手中还捧着一个用布包着的物件。殿下，将军，属下等追到城西30里外3奥，发现王猛兄弟已殉职，孙老根重伤躲在30缝里，只剩一口气。这是王猛兄弟临死前死攥在手里的东西。林静上前小心地解开那染血的布包，里面是一小块深蓝色的锦缎布料，边缘被撕扯得参差不齐，浸透了暗红的血。布料中央用金线清晰地绣着一个字锦。林静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锐利和冰冷。是锦字，大哥萧景的景。王猛他是从刺客身上撕下来的。殿下，将军，老东西还没死透，快问问他金印呢？孙老根，金印何在？刺客是谁指使的？说。印被抢了，大皇子要灭口。这个大皇子，他连自己派来的人都杀。虾仁脸色苍白地看着那血布条，又看看地上的孙老根，一股巨大的悲伤和愤怒席卷了他。他猛地攥紧了拳头，身体微微颤抖。殿下勿正在此，仁正临终指认王猛兄弟的血仇，金印被夺之辱，这笔账该找谁算很清楚了。给我，这血债本王亲自去讨。曾经关押过耶律燕的阴暗实事，如今关着的是原沙州刺史王刺史。他缩在角落的干草堆里，像只受惊的老鼠。沉重的铁门被打开，虾仁阴沉着脸走了进来，林静如同铁塔般跟在他身后。殿下，罪臣知错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粮草账本都给了，求殿下开恩呐。虾仁走到他面前，缓缓展开手中的布包，露出那块染血的深蓝色锦缎，上面那个刺眼的锦字在昏暗的光线下依然清晰。抬头看一看，认得这个吗？这，说这是不是萧景的东西？从哪里来？为什么会在刺杀本王护卫的刺客身上？殿下不能说，说了会没命的，全家都没命。不说现在就没命。我说，求将军饶命，这是当年先皇后娘娘亲手绣的，给大皇子殿下的生辰礼，一共就绣了几方手帕和一个香囊，独一无二。后来娘娘薨逝后，这东西就母后绣给萧景的。母后您绣的东西成了大哥行凶的标记，这太荒谬了。娘娘去的突然，宫里讳莫如深，
但罪臣当年只是个小小的户部主事，曾无意间听已故的刘公公醉酒后提过一句，他说娘娘临终前，大皇子曾拿着这方绣着锦字的手帕去探望，后来娘娘就再后来，大皇子就凭这方手帕和几句模棱两可的话，从陛下那里骗走了拱卫京畿的部分羽林卫兵权。刘公公没多久就失足掉进太液池淹死了。虾仁只觉得脑袋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母后临终，萧景拿着手帕骗走兵权，刘公公失足，所有的线索瞬间串联起来，指向一个让他无法接受的恐怖事实。你是说我母后的死可能和萧景有关？他用我母后绣给他的东西作为信物骗兵权，还害死了知情的人，是不是？殿下饶命，罪臣只是听说，做不得准啊，求殿下开恩。虾仁没有再逼问，他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缓缓松开抓着铁栏的手，踉跄着后退了2步，低头看着手中那布条。母后是您吗？是您在告诉我真相吗？萧景，你好狠的心，好毒的手段，为了兵权，为了皇位，你连母后都……殿下保重身体，此事还需从长计议。从长计议？他害了我母后，用他的心血作恶，现在又来害我，杀我的人，抢我的印。殿下，这事也不知真假，切莫轻信。林将军，把王刺史关好，今日之事一个字都不许泄露。这块布本王留着，母后的债，王猛的血，定北印的辱，本王会一笔一笔跟他算清楚。殿下，老奴有话说。殿下娘娘在天之灵，必不愿见您如此伤怀伤身，当务之急是眼前之困。老奴收到京中眼线密报，大皇子已彻底掌控户部与漕运，沙州通往京城的粮道被卡死了。粮道被卡，大哥他是想活活饿死沙州。不仅如此，他还以您的名义给您写了封家书。老奴斗胆先看了，里面全是关切之语。混账！关切我沙州苦寒，劝慰我莫思乡情切，还叮嘱我安心戍边，莫寄家书徒惹父皇忧心。他这是想彻底切断我与京城的联系，让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怎么办啊，殿下？粮道一断，咱沙州军民吃什么？坎儿井还没出水呢，家书也不让寄，那咱不是成聋子瞎子了？陛下都不知道，咱这儿快饿死了。殿下家书确实不必寄了，大皇子既如此关切，殿下不妨顺了他的意。沙州虽苦寒，但总有些土产是京城没有的，比如葡萄干，礼轻情意重，送点特产聊表孝心，陛下会懂的。王公公，你是说陛下最爱吃沙州进贡的葡萄干，尤其爱看装葡萄干的箱子，那西域匠人做的榫卯精巧，殿下不妨多送些，挑最大最甜的，装满几箱。装满，对，一定要装满。妙计，王公公你真是我的救命稻草。二丫头啊，在。殿下要葡萄干，奴才这就去拿，立刻马上去给我弄10箱，不20箱最好的沙州葡萄干来，要快，箱子要结实，要原汁原味的沙州风味。本王要尽孝心，给父皇送土特产。得令，奴才这就去办，保证粒粒饱满。二丫头指挥着人手将葡萄干倒入崭新的木箱中，虾仁亲自蹲在箱子旁，手里拿着把小刻刀，在箱底内侧小心地刻着什么。刻深点，父皇眼神好，但也不能太明显，万一被大哥的人检查出来。粮断了，父皇您一定要看到啊！殿下，您蹲那瞅啥呢？箱子底下有花。去，干活去！本王检查箱子结不结实，别半路散了。20箱贴着沙州贡品封条的葡萄干被装上马车，王德发亲自挑选的几个可靠的护卫准备押运进京。路上多加小心，这些葡萄干是殿下对陛下的孝心，务必亲手交到御膳房李公公手里。他知道陛下的口味。公公放心，属下明白，定不辱命。一路辛苦，替本王向父皇问安。就说儿臣在沙州一切都好，让他老人家勿念。父皇您一定要看到啊！萧衍看着御案上堆积如山的奏折，疲惫地揉了揉眉心。总管太监李德全小心翼翼地端着一个精致的玉碟进来，碟子里是深紫色饱满的沙州葡萄干。陛下，沙州3殿下派人送来的贡品到了，是上好的葡萄干。殿下还特意写了信，说沙州一切都好，请您勿念。信是大皇子殿下转呈的。人儿送的，他有心了。信呐，拿来朕看看，送了多少？回陛下整整20箱，说是沙州今年最好的收成，殿下一点没留，全孝敬您了。20箱，沙州那地方能结出20箱给朕？
然而你这是在告诉朕，沙洲无粮，只剩这些果腹之物了吗？还是说粮道出了问题？萧景把手伸到沙洲去了。研墨，朕要给人儿回封信。殿下，陛下回信。胡闹！戍边重任在肩，不思整军精武，安民垦荒，倒有闲心钻研这些口腹小道。葡萄干朕已收到，甜得发腻。沙洲贫瘠，物力维艰，由此收获实属不易，更该用于军民，岂可糜费于贡品？下不为例，专心守好你的沙洲，莫负朕望。父皇，您骂我胡闹，葡萄干甜得发腻。我冒着风险给您传信，您就这么骂我？您没看懂我的意思吗？沙洲快没粮了啊！父皇，陛下怎么还骂人？殿下您一片孝心，许是陛下没尝出味来。要不咱下次送点更甜的？完了，父皇没看懂，或者根本不信我，沙洲真的要靠我们自己了。就在这时，书房窗外一个黑影如同壁虎般悄无声息地划过，冰冷的眼睛透过窗棂缝隙，死死盯住了下人桌上那张摊开的简易城防图。父皇骂我胡闹，粮道断了，大哥的人更是虎视眈眈。现在王公公又让送草药，简直让人头大。殿下，咱家看王公公是老糊涂了，宫里什么好药没有，非惦记咱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八成是想让你表表孝心，缓和下关系。要不咱随便挖点车前草，图公因，糊弄。糊弄？王公公的话能糊弄？他那只老狐狸尾巴动一动都有深意。等等，草药，缺草药，多送点。刚说完，下人突然盯着城防图，眼睛猛地一亮。哦，对，缺了，就是缺了，快叫林将军。哎呦，我的殿下，你一惊一乍的。林将军他不就在城外巡营吗？不是缺灵镜，是城防图缺了。二丫头，快研墨，拿块大点的木板来。木板？殿下你要改行当木匠？这城防图画纸上不行吗？纸上不行，太容易坏了，要画就画在木板上，这样才显得特别郑重，特别真实。片刻后，一块崭新的木板放在了桌上，下人撸起袖子拿起笔。东城门这里好像应该有个小缺口，太明显了不行，留个小破绽，像是不小心蹭花的，只能祈祷佛祖保佑大哥的人眼神好能发现。咦，殿下，你这城墙画歪了，这样让林将军看见，非又说你纸上谈兵不可。闭嘴，你懂什么？这叫诱敌深入。不错，大功告成。殿下，恕咱家直言，这图看着是挺像那么回事，可这重兵俩字儿写的跟蚯蚓爬似的，还有这粮仓画的跟馒头差不多。你懂个锤子，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叫粗中有细，细中有破绽，简直不要太完美。你去叫林将军进来。不多时，林静很快被请了进来。当他看着下人怀里的城防图后，下一刻眉头便拧成了疙瘩。殿下，你这是何意？城防图刻木板上，还如此醒目。这可是本王精心设计的诱饵，大哥派来的耗子肯定盯着这图呢。咱们之后这样。殿下，此计甚险，但未尝不可一试。只是末将建议，将重兵放入圈套所在位置。以萧景事事生疑的性格，必会放弃粮仓而突袭圈套。没问题，本宫主打一个听劝，就按林将军的意思办。如此，那末将这就去安排，请殿下妥善保管此图，务必让他被偷走。放心，由本王亲自当鱼饵，包被轻松顺走。是夜，一个黑影果然如约而至，轻巧地撬开书房窗户，一眼就看到了此行的目标。黑影眼中闪过一丝讥讽，随后轻松将其取走，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恰好这一幕被躲在隔壁房间的虾人在门缝里看个正着。鱼儿上钩了，大哥你就等着瞧吧。虾人啊虾人，出来走一趟，脑子也退化到3岁稚童了吗？如此拙劣的诱饵也敢拿出来现眼？不过这破绽倒是可以一用，传令下去，绕开图上标注的粮仓位置，直接进攻圈套所在地。3日后子时突袭沙洲，让他彻底变成一只死虾米。殿下，此图来得太过容易，会不会有诈？本宫这个弟弟身边的人可不简单，想着法的让我顺利拿到城防图，他想引诱我去劫他粮仓，本宫偏不，而且本宫大胆猜测，圈套位置才是他真正的粮仓所在地。林将军，你说他们真的会来吗？殿下放心，此处是他们闭宫之地，沉住气，无论发生什么，待在末将身后。突然，远处传来沉闷的马蹄声，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黑暗中，对黑衣骑兵如同幽灵般出现。来了，准备。不好，中计了！这他妈全是敌人，哪来的粮仓？萧景狗贼，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弓弩手继续压制，步兵准备打扫战场，一个不留。战斗毫无悬念，完全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萧景没有料到，所谓的圈套还真是圈套。哈哈哈哈哈哈！林将军，此战多亏了你。还是殿下计策得当。此战之后，萧景短期内应不敢再轻举妄动。殿下，王公公托人送来的，说是你要的沙洲草药。知道了，你先下去吧。转眼回到书房，虾人小心翼翼地拆开包，里面赫然夹着一张薄如蝉翼的密信。圣宫为何？景4级，宫门紧锁，唯药农可通，切记。殿下，你怎么了？陛下病了，萧景把宫门锁了。这是要变天啊！殿下，咱们怎么办？回京救驾？回京，王公公特意说不归，宫门紧锁，大哥肯定不下，天罗地网等着我呢。回去就是送死。不过这最后一句药农可通，这药农是谁？就是皇后娘娘当年的旧伯，那个姓孙的老药农。听说有人前几年在沙洲城外的药王谷见过他。哦，快去，要快，偷偷的去，别让任何人知道。请殿下放心，老朽这条命当年是娘娘从乱军中救下的。宫中那位王公公是老朽的旧识，殿下需要带什么话？里面是殿下的亲笔信，劳烦你一定要交到王公公手上，顺便带点咱沙洲最好的治风寒草药。虽然宫里肯定不缺，但也是个由头。老朽明白，只是此去京城路途遥远，关卡重重，大皇子的人必定严查携带物品，尤其是药材，老朽须得做些准备。这位小公公如何称呼？咱家是殿下跟前的伺候太监，你叫咱家二丫头就成。二总管，老朽需要几位特殊的药引子做掩护，须得进城去配。可能要委屈你扮作老朽的傻孙子，随老朽进城一趟。路上若有人盘问你，只管装傻充愣，一切由老朽应对。装傻，这个咱家在行。殿下老说咱家缺心眼，包在咱家身上，保证傻的冒泡。孙老头又来抓药。老规矩，给山里乡亲备点常用药。另外，家里傻孙子最近总说胡话，夜惊盗汗，想配点安神的方子，要效力猛点的，最好带点朱砂的。这孩子是瞧着不太灵光，朱砂安神是好，可量得把握好。老头，这傻小子是你孙子，看着细皮嫩肉的，不像山里娃。官爷说笑了，就是个没福气的傻娃。他爹娘走得早，跟着老朽在山里忍饥挨饿，能活下来就不错了。瞧这傻样。行了行了，一股傻气，赶紧走，别在这碍眼。是，俺们这就走。我去，吓死咱家了！那俩家伙眼神跟刀子似的。孙伯，咱家装的像不像？像，傻的恰到好处。药引子齐了，回去准备，明日一早出发。不料两人刚走出小巷，迎面就撞上一名大皇子，安插在沙洲的小吏。哟，这不是孙老伯吗？进城抓药，这位是李书办，是老朽那不成器的傻孙子，带他进城见见世面。孙老伯，沙洲往西山路崎岖，最近还不太平，听说有狼群出没。你老这身子骨，带着个傻小子，走西边太危险，不如走东边官道吧。东边官道那绕远不说，关卡还多，这孙子没安好心。多谢李书办提醒，东边官道好，安全，老朽记下了。看着孙伯和二丫头走远，小丽脸上露出阴险的笑容。孙伯，那混蛋明显是想把咱往埋伏圈里引了。东边官道不能走。小公公，你怕死吗？怕，怎么不怕？但殿下的差事比咱家的命重要，你说怎么办吧？我们分头走，总有一人能出去。孙伯牵着驴和二丫头分别。小公公，这包袱里的东西比咱俩的命都金贵，里面不仅有殿下亲笔写的密信，还有老朽这些年攒下的一些旧物，紧要关头或许能保命。你走西边山路，老朽走东边官道，引开追兵。孙伯，太危险了，你年纪大，还是咱家去东边，咱家跑得快。傻孩子，老朽活了这把年纪，够本了。你是殿下身边的人，殿下离不开你。
记住，包袱在人在，一定要活着送到京城。快走，再晚就来不及了。孙伯，你保重，咱家一定送到。望着孙伯沉重的背影，二丫头抹了把泪，咬咬牙，转身一头扎进西边崎岖的山林小路。诸位好汉等累了吧？老朽腿脚慢，让各位久候了。出来吧。话音刚落，回应他的是弓弦拉动的嘎吱声。突然，数十支弩箭带着凄厉的破空声，如同毒蜂般从两侧高高的密林中激射而出。驴子惨嘶一声倒地。然而，箭雨过后，预想中的惨叫声并未响起。萧景小儿就这点伎俩，想灭老朽的头，下辈子吧。孙伯，你一定要撑住啊！殿下等着咱家这次不走。小太监跑得挺快啊，把怀里的东西交出来，给你个痛快。你们做梦，这是给陛下的东西，你们这些乱臣贼子不得好死！敬酒不吃吃罚酒，宰了他！老三，快去抢包袱！殿下的东西谁也不许碰，咱家今天跟你拼了！殿下，东西咱家藏好了，咱家这次没怂，没给你丢脸。妈的，上当了！那小太监把东西藏哪儿了？搜，给我仔细搜。林将军，这都什么时候了？二丫头和孙伯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会不会出事了？殿下，属下无能，找到二总管时，他已经……二丫头，不可能！你起来，起来啊！你还没当上大总管呢，你还没数完芝麻呢。殿下节哀，二总管他已经走了，这是他拼死护住的东西。下人一把抢过那枚染血的劣质玉佩，他认得那是二丫头在破庙里从一个死去的乞丐身上扒拉下来的宝贝，一直当个念想藏着，说要送给殿下镇宅。玉佩冰凉，沾满了二丫头的血。下人紧紧攥着玉佩，仿佛想从中汲取一丝温热。巨大的悲痛如同海啸般将他彻底淹没。一个小太监而已，死了就死了，何必如此伤心？大皇子殿下特意让小的来安慰你一声。沙洲风沙大，小心哭坏了眼睛。这刺耳的笑声如同火上浇油，虾人缓缓抬起头，所有的惶恐、犹豫、天真彻底消失了，只剩下一种近乎冰冷的杀意和刻骨的恨意。说的是一个小太监而已，回去告诉你主子，我虾人奉陪到底。林静，立刻点兵。末将遵命，沙洲儿郎枕戈待旦，只等殿下一声令下。二丫头，你看着吧，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萧景麾下的将士们，听着，我乃大眼三皇子萧仁，今日前来卑微攻城略地，只为揭露逆贼萧景通敌卖国、弑父求君、残害忠良的滔天罪行。住口！妖言惑众！此乃本王亲笔所书，欲呈报父皇，揭露萧景罪行之铁证，却被萧景这逆贼派出大批杀手于官道伏击，为护此证，本王忠心耿耿的内侍惨遭虐杀，以身殉国。此言一出，萧景阵营中不少士兵脸上露出震惊和动摇之色。战场上虐待杀害内侍太监是极其下作的行为。这块布是从刺杀本王护卫的刺客身上撕下的，上面的景字是先皇后亲手所绣。萧景他不仅用此物蒙蔽父皇，骗走兵权，还为一己私欲勾结敌国，出卖国土。如今他将皇帝圈禁，企图谋权篡位。试问他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有何资格统领大眼将士？虾人的控诉字字泣血，句句诛心，配合着确凿的物证和悲壮的气氛，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萧景阵营的士兵们开始骚动，交头接耳，将领的呵斥声也压不住恐慌。烦了，烦了！给我打开营门，宰了这个满口胡言的叛逆！三殿下，末将赵大风，敢问殿下，你所言通敌卖国，可有实证？若真有，末将等岂能为虎作伥？赵校尉问得好，此乃萧景与北狄郎主签订的割让河西3城密约副本，上有萧景亲笔签名与私印。尔等睁大眼睛看清楚，你们效忠的主子把你们用血守护的土地卖给了敌人，他就是大眼的罪人，民族的叛徒。密约副本如同在油锅里投入了火星，萧景阵营瞬间炸开了锅，士兵们群情激愤。别听他一派胡言，他说的都是假的。来人听令，杀掉他！然而他话音未落，一支利箭精准地穿透了他的咽喉，放箭的正是那位老校尉赵大风。大眼的儿郎们，随我拨乱反正，追随三殿下，诛杀国贼萧景，光复河山。
二丫头，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本王给你拿下的第一份祭品了。殿下，三城已复，军心大振。末将建议休整兵马，直捣萧景封地巢穴，一鼓作气，永绝后患。传令下去，休整3日，3日后大军开拔。殿下，将军，京城急报，大皇子萧景得知3城失守，已尽其封地之兵，固守景阳城，并扬言若殿下敢攻城，他便屠尽城内10万百姓。这个畜生！殿下，萧景已成困兽，此举丧心病狂，强攻景阳，百姓必遭涂炭。末将恳请殿下暂息雷霆之怒，另寻良策。虾仁看着远方暮色中的景阳城轮廓，仿佛看到了无数百姓惊恐的脸庞。他死死咬着牙，复仇的烈焰与百姓的安危在他心中激烈交战。萧景这个疯子简直是禽兽不如，他竟敢拿满城百姓当挡箭牌，我们若强攻，与他何异？殿下，萧景这是自知不敌，行此下道手段，但若放任他龟缩，时日一久，恐生变故，京城陛下那边。殿下，末将有一策，或可不战而屈人之兵。林将军快说。围而不攻，断其外援，困其于孤城，此乃其一。其二，攻心为上，将萧景通敌卖国，囚禁军妇，残害忠良，以及如今挟持百姓的种种罪行，写成檄文，制成传单，用强弩射入城中，更要让城外百姓口口相传。其三，开仓放粮，赈济因战乱流离失所的景阳城周边百姓，让他们知道殿下仁德与萧景暴虐乃天壤之别。没错，先攻心，再围困，最后赈济灾民，就这么办。赵校尉，末将在。檄文之事，你亲自督办，要把萧景的罪行桩桩件件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城里城外的百姓都知道他萧景是个什么东西。末将领命，保证写的那萧景狗贼遗臭万年。林将军，围城部署由你全权负责，务必做到水泄不通，一只苍蝇也别想飞进去。还有，开仓放粮，就在景阳城外设粥棚，确保逃出来的百姓有饭吃。末将遵命。殿下，大事不好！城外的传单像雪片一样射进来，现在全城百姓都知道了，军心浮动的厉害。刚才南门守将王奔带着几十个亲兵杀了监军，打开城门投降。叛徒，全他妈是叛徒！不出3日，粮草也要没了，士兵们开始有哗变的苗头，百姓们看我们的眼神像是要吃人的阵仗。殿下，不能再等了，必须突围！突围？往哪突？外面是铜墙铁壁，临近那屠夫，还有那个小崽子，他们巴不得我出去送死。等等，虾仁他不是最听劝吗？那个老太监王德发不是总劝他仁德吗？快给我写封信，劝他轻装回京尽孝，就说父皇病重，思子心切，让他赶紧回去。景阳城的事以后再说。轻装回京尽孝，萧景黔驴技穷，想调虎离山，还是想在半路伏击我？殿下，此乃萧景缓兵之计，甚至可能是陷阱，不可上当。我当然知道，不过他倒是提醒了我一件事。林将军，你说如果我听从他的建议，真的只带少量护卫轻装回京会怎么样？殿下是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佯装回京，实则直扑京城，救驾秦王。正是，萧景的主力和他自己都困在景阳这个死地，京城必然空虚。而且他以为我还在景阳城下，做梦也想不到我会突然出现在京城，此乃天赐良机。林将军，末将在，由你坐镇，继续围困景阳城，务必营造出本王还在军中的假象，檄文攻势，施粥赈济，一刻不停，要压得萧景喘不过气，让他无暇他顾。末将领命，殿下放心，景阳城翻不了天。赵校尉，末将在，你立刻挑选300最精锐、最可靠的骑兵，1人双马，备足干粮，随本王轻装简从，回京尽孝。末将领命，保证都是以一当十的好汉子。二丫头，孙伯，父皇，等着我。萧景，你的末日到了。3日后黎明，一支100余骑的精锐小队，如同离弦之箭，悄然离开景阳大营，风驰电掣般向着京城方向狂奔而去。几乎在同一时刻，被绝望和饥饿折磨到极点的景阳城百姓，趁守军换防松懈之际，突然暴起，打开了西门。无数愤怒的百姓如同潮水般涌出，冲向围城的沙州军。林静看着洞开的城门和涌出的百姓，果断下令，困兽萧景终于迎来了他的最终审判。全军入城，擒拿萧景，降者不杀。殿下，翻过前面应酬舰就是京城地界了。事后回报，京城9门紧闭，盘查极严。你带200人在此隐蔽待命，没有我的信号不得轻动。殿下，您人多目标大，我和剩下的100亲卫分3路前行入京。记住，我们的目标是父皇。殿下太危险了，京城现在就是龙盘虎穴，让末将。
这是命令。景阳城那边，林将军在为我们争取时间。萧景的主力被定死在那里，京城再险也比不上父皇此刻的安危。我必须去。别怪我父皇，别怪我，都是你逼我的。你眼里只有那个废物，只有他，我哪点不如他？这位置本来就该是我的。住手！萧景！这石破天惊的一声吼，让萧景如遭雷击。他猛地回头，看到虾仁和他身后如同鬼魅般的亲卫，眼中瞬间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你怎么会在这里？林静在景阳城，不可能。景儿，你败了，放弃吧。萧景，那么多人因你而死，如今你还想弑父？你闭嘴！是他偏心，都是他逼我的。这皇位，这天下本来就该是我的。自打当初他故意把你发配封地，我就知道他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这个废物。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磨练你，而我不认命，我也要争。大哥，放下刀，现在收手，尚可留你全尸，否则千刀万剐，难除你罪孽万一。收手！我走到今天这一步，还能收手吗？我的好弟弟都是你们逼的，还有你老东西，我才是嫡长子，我哪点比不上这个废物？你处处偏袒他，打压我。这皇位本该是我的。义子，朕真是瞎了眼，竟养出你这等豺狼心性的畜生，封敌卖国，残害手足，如今还想弑父。萧景，放下刀，我给你一个体面。体面？好啊，虾仁，你不是最孝顺吗？你放我走，给我准备快马和通关文书，等我安全离京，自然把这老东西还给你。否则，陛下，老臣张骞携6部9卿，请见圣驾。禁军统领赵铎呢？末将失职，大殿下他持有皇后娘娘当年的凤符，假传懿旨，调开了守卫。凤符，原来如此。虾仁脑中如同闪电划过，他猛地想起那块染血的绣着景字的布条，母后的遗物，竟成了他萧景行凶的工具。都来了，好啊，省得本王一个个去找了。你们这些墙头草、见风使舵的蠢货，现在看清楚形势了吗？父皇病重，命不久矣，这大燕的江山注定是我萧景。虾仁，他算什么东西？一个被贬谪的废物皇子，你们现在投靠我，拥立我登基，我保你们荣华富贵，官升3级。否则等我掌控大局，今日在场之人有一个算一个，满门抄斩，鸡犬不留。这赤裸裸的威胁和疯狂之语，让殿外群臣脸色巨变。一些胆小者已经开始瑟瑟发抖，但更多的老臣脸上则露出了深深的鄙夷和愤怒。萧景，死到临头还敢妖言惑众，你问我算什么东西？好，今日当着父皇，当着列位臣工的面，我就让天下人都看看你萧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诸位大人，禁军的弟兄们，萧景之罪，其一，通敌卖国，这是他与北狄郎主签订的割让河西3城密约副本，上面有他的亲笔签名与私印，铁证如山。其二，残害忠良，虐杀无辜，为夺定北金印，他派刺客劫杀本王护卫，虐杀本王忠心内侍2总管。其三，穷兵黩武，荼毒百姓，为守景阳孤城，他强征民夫，抢夺百姓口粮，驱赶无辜百姓上城为肉盾，致使饿殍遍野，民怨沸腾。其次，软禁父皇，意图篡位，人神共愤。禽兽不如的东西，赵统领，大皇子萧景罪证确凿，十恶不赦，我等护驾讨逆，责无旁贷。我看谁敢动！我有父皇遗诏传位于我，虾仁才是叛逆，他伪造证据构陷于我。遗诏，萧景，你还在做春秋大梦？父皇尚在，何来遗诏？朕从未立过遗诏。萧景通敌，求父弑君，害民诸般罪状，如3皇子萧仁所成，句句属实。朕以列祖列宗之名，宣告废除萧景皇子之位，贬为庶人，即刻拿下。虾仁，虽然你赢了今天，可你最终也赢不了帝王家的宿命，你早晚也会像我一样众叛亲离。据萧景所说，皇后的死不是病逝，而是被人下毒，还说知道下毒的人是谁，但问他具体是谁时，他又不肯说，只是一个劲重复要见陛下。二丫头总说京城的汤不如沙州的粥暖，那时我还笑她没见过好东西，现在喝着宫里厨子炖的汤，却觉得不如沙州的野菜粥实在。殿下，萧景如何处置？本王罚了，先将他关在天牢，听候父皇发落吧。我要见父皇，我是大眼嫡长子，你们敢这么对我？别喊了，进了这天牢，皇子和乞丐没两样。老夫10年前还是吏部尚书，现在不也跟你一样？我有父皇的遗诏，是虾仁那个贱人偷了我的皇位。遗诏若先帝真要传位给你，就不会让你被关在这了。小子，认了吧。虾儿，
你这折子里的二丫头，就是那个总跟着你的小太监。是的，他死的时候才15岁，怀里还揣着从刺史府搜出的账本，被歹人用刀刺穿了胸膛，却死死攥着不肯放。那孩子还总给老奴带沙洲的葡萄干，说比京城的甜。前儿个老奴去库房看，还有他送的半袋呢。景儿，他小时候不是这样的。那年他生母刚没，他抱着朕的腿哭，说要保护朕，怎么就变成这样了？霞儿，他再错也是你大哥，处斩那天别让他受太多罪。儿臣明白的。虾仁，你别在那假惺惺的想毒死我，好让你的皇位坐得稳当。我要是想杀你，不必等到现在。这是御膳房张师傅做的，你小时候总嫌他放的糖少，每次都要让他多搁半勺。你还记得？记得。你10岁生辰那天偷了御膳房的红烧肉，藏在假山后面，分给我一半，结果被父皇发现，罚你在祖宗面前跪了一夜，你却把罪责都揽在自己身上，硬是说我没吃。为什么？父皇为什么总偏向你？我生母是罪臣之女，我就活该被嫌弃吗？我做这一切，只是想让他多看我一眼，多关心我一点，哪怕一次也好。这是王公公从冷宫里找出来的，应该是你生母给你写信。吴王、锦儿，娘在这里很好，勿念。今日见墙外的桃花开了，像极了你满月时代的荣华。愿你平安长大，来生再也不要入这帝王之家。虾仁，你赢了，民心、皇位、父皇的疼惜你都有了。处斩那天，我想见父皇最后一面。我答应你。走在去养心殿的路上，萧景突然停住，指着宫墙根的一簇蒲公英。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得飞起来，像小伞。小时候，我和虾仁在这里追蒲公英，他跑得慢，摔倒了，我把他扶起来，他还哭鼻子，说要告诉父皇。殿下，都过去了。父皇，起来吧，坐着说，必上梁。父皇，那个遗诏是假的，是我找人仿的，我就是想看看您会不会信我一次。朕知道你生母刚走那年，你偷了御书房的端砚，说是想练字给我看，结果摔碎了，哭着说不是你干的。那时候我就知道你这孩子嘴硬心软，我就是想让您多看我一眼，哪怕一次也好。为什么您眼里只有虾仁？他是皇子，我也是啊。我生母是罪臣之女，可我也是您的儿子。是朕不好，总觉得你是大哥，该懂事，该让着弟弟，别忘了你也需要人疼。父皇，我不恨你了，也不恨虾仁了。时辰到了，儿臣该走了。殿下，时间到了。虾仁没回答，他想起在沙洲二丫头总说杀人是要遭报应，那时候他还笑他迷信，可现在想到萧景跪在那里等待着命运的刀枪，像只待宰的羔羊，他心里没有一丝快意，只有空落落的痛。林静，明天开始，朕要学着种地。沙洲的老农夫说，只有亲手种过地，才知道粮食的金贵。陛下，老农夫还说，种地要听劝，该浇水时浇水，该施肥时施肥，就像您治理天下一样。对啊，听劝。本王稀里糊涂了半辈子，能得到这一切，全都是因为听劝。